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韭菜不香。今天我们要聊一只很有意思的美股 Abercrombie 和 Fitch， 股票代码 ANF， 一家卖牛仔裤、T 恤、卫衣和连衣裙的公司。过去几年竟然跑出了很多科技股都羡慕的走势，但现在它又从52周高点133美元附近跌回到90美元附近。核心问题很简单， AF 到底是被市场错杀了，还是它过去几年最值钱的那层成长光环正在被华尔街重新定价？注意，我这里没有说这家公司崩了，恰恰相反，它最新一个季度仍然赚钱，收入也还在增长，账上现金也非常充足。真正的问题在于，资本市场交易的永远不是还不错，而是还能不能比预期更好。一家成长股只要从高速增长变成普通增长，估值逻辑就会立刻换一套算法。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时也感谢大家的点赞、订阅和关注，这是对我们团队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要理解今天的 AF， 必须先回到10几年前，那个时候的 AF 是美国商场文化里非常典型的符号，昏暗的门店、刺鼻的香水味、门口的肌肉男、衣服上巨大的 logo， 还有那种强烈的排他性审美。他卖的并不只是衣服，而是一种你够不够资格穿我的身份暗示。这个策略在某个时代非常有效，因为年轻人愿意为社交标签付费。但消费品牌最危险的地方就在这里，当你把消费者分成配和不配的时候，总有一天消费者也会反过来审判你。随着审美变化，社交媒体崛起，包容性文化扩散， AF 原来最骄傲的东西突然变成了它最大的包袱。年轻人不再想穿着一个巨大 logo 走在路上，也不再愿意为了某种被品牌定义的身材标准而买单。于是门店客流下降，品牌老化，股价低迷。它一度看起来就像美国商场时代留下的一具遗骸。但商业世界最有意思的地方是，有些公司不是因为时代变化而死，而是因为自己不愿意变化而死。AF 后来做了一次非常彻底的自我拆解，它拆掉大 logo，拆掉排他性审美，拆掉那种高高在上的门店姿态，重新把产品做成更舒服、更低调、更适合普通中产日常生活的样子。衣服不再强调看我多特别，而是强调我穿起来很自在。这一步刚好踩中了过去几年美国中产的消费心理。疫情之后，很多消费者不再追求夸张的炫耀式穿搭，而是追求松弛、舒适、耐穿和多场景适用。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美式版本的反向消费，不是完全不花钱，而是不愿意为虚荣标签花冤枉钱。AF 恰好从一个带有攻击性的潮流品牌转型成了一个看起来不贵、质感还行、穿去上班和约会都不突兀的中产平替。这个定位非常聪明，因为它既没有低到和白牌拼价格，也没有高到需要和奢侈品牌拼身份。于是过去几年我们看到了一场非常漂亮的品牌复兴，公司销售恢复增长，利润率大幅提升，库存周转变得更健康， Hollister 也重新年轻化。很多分析师把它当成服装行业转型的教科书，甚至有人认为它是零售行业少数既能讲品牌故事又能交出利润表的公司。股价也用最直接的方式给了答案，从低位一路上涨，一度冲到130美元以上。但是越是漂亮的故事，越怕遇到预期差，因为股价涨到高处的时候，市场买的已经不是这家公司活过来了，而是这家公司还能继续高速增长。一旦增速开始放缓，哪怕公司并没有亏损，投资者也会问一个更尖锐的问题，这到底还是一家成长股，还是已经变回一家普通服装零售公司？这才是最新财报真正引爆争议的地方。我们来看第一季度数据，公司净销售额约11.14亿美元，同比增长 2%。管理层也强调，这是连续第14个季度实现净销售额增长。单看这句话好像不错，毕竟很多零售公司现在连增长都很难做到。但市场不满意的地方在于，2%的增长和过去几年动不动双位数增长的状态相比，已经明显降速。对一家被市场当作成长股定价的公司来说，2%不是崩盘，但足够让投资者开始重新估值。更关键的是可比销售额。
第一季度公司整体可比销售额下降 1%， 这个指标在服装零售里很重要，因为它剔除了新店和渠道扩张的影响，更能反映成熟业务本身的吸金能力。简单讲，如果总收入还在增长，但可比销售额转负，就说明增长里有一部分来自新店、价格、渠道或者其他结构因素，而不是老店自然变强。对于服装股来说，可比销售额转负往往不是一个孤立数字，而是库存、促销和利润率压力的前置信号。再把地区拆开看，问题更清楚。美洲市场销售额增长 3%， 可比销售额增长 1%， 勉强稳住了基本盘。亚太市场销售额增长 24%， 可比销售额增长 15%， 看起来非常亮眼，但它的基数相对较低，体量也还不大。真正拖后腿的是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也就是 EMEA。这个地区销售额下降 10%， 可比销售额下降 11%， 直接从增长故事变成了风险暴露点。管理层把 EMEA 的压力部分归因于中东地区冲突对需求和第三方业务的影响，这个解释不是没有道理。地缘冲突、旅游客流变化、批发客户下单谨慎，确实会影响区域表现。但是我们不能只听管理层给出的第一层解释，更深一层的问题是，欧洲消费者本来就更价格敏感，宏观环境也更疲软。当消费者钱包变紧的时候，终端服装品牌最容易被夹击。往下有 Zara、H 和 M、Primark、Shein、Temu 和各种白牌商家。往上有 Lululemon、Alo、Vuori 以及更强品牌心智的高端运动休闲品牌。这就是服装行业最残酷的位置，夹在中间往往最危险。经济好的时候，终端品牌可以讲质感、讲设计、讲生活方式；经济不好的时候，消费者会突然变得非常诚实，要么买更便宜的，要么买真正有品牌溢价的。AF 的转型红利过去几年非常成功，但它的护城河到底有多深，现在才开始真正接受压力测试。再看品牌层面， AF 品牌销售额增长 3%， 可比销售额基本持平。Hollister 销售额基本持平，可比销售额下降 2%。 这组数据很值得玩味。过去一段时间， Hollister 的年轻化和性价比定位曾经是公司增长的重要发动机，但如果连更年轻、更大众、更接近入门价位的 Hollister 都开始出现可比销售压力，那说明问题可能不只是某一个高端线卖不动，而是消费者对整个服装消费的节奏变得更谨慎。接下来我们看利润表，第一眼看上去公司毛利端其实并不差，成本销售率下降大约80个基点，换句话说，毛利率是改善的。背后的原因包括运费下降、价格策略改善以及平均单位零售价格提升。正常情况下，毛利率改善应该让投资者很开心，因为这代表公司没有通过疯狂打折换收入。但问题在于，毛利率省下来的钱被费用端吃掉了。第一季度销售费用率从去年同期的 36.4% 上升到 38.7%， 增加230个基点。管理费用率也从 15.9% 上升到 16.4%， 增加50个基点。最后结果就是营业利润从去年同期约1.153亿下降到约8880万美元，营业利润率从 9.3% 降到 8%。 这就是市场真正担心的地方，不是 AF 不赚钱，而是赚钱效率开始下降。过去几年它最性感的故事之一就是高质量增长，收入涨，毛利稳，库存好，利润率修复。但现在财报告诉我们，收入还在涨一点，利润却开始承压。对于零售公司来说，这种变化非常敏感，因为费用往往有刚性，门店租金、员工成本、营销预算、系统投入，不会因为某个季度客流放缓就立刻跟着下降。特别是直面消费者模式，也就是 DTC 模式，本来是这家公司转型中的亮点。它可以绕开传统中间渠道，直接获得消费者数据，直接经营会员关系，直接控制品牌体验。听起来非常先进，但 DTC 也有一个反面。当线上流量越来越贵，当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KOL 和算法推荐都需要持续投钱的时候，获客成本会变得非常刚性。
过去收入高速增长时，这些投入看起来像增长投资，一旦可比销售额转负，它们立刻变成利润率压力。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家餐厅，生意最好的时候，你多请几个服务员，多投一点广告，多装修几间分店，大家都觉得这是扩张。但如果客流开始变慢，同样的房租、同样的工资、同样的广告费，就会迅速压缩利润。AF 现在并不是餐厅没人吃饭，而是排队的人没有以前那么多，老板却还必须维持过去那套增档配置，这就是营业杠杆反过来打你的时刻。然后是库存，服装行业里库存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资产科目，而是一颗定时炸弹。手机库存可以更新系统，食品库存可以打折快卖，但服装库存有季节、有尺码、有颜色、有潮流周期。一件过季的衣服，如果正价卖不掉，就只能打折，打折还卖不掉，就会变成仓库里的沉没成本。第一季度末，公司库存约5亿3269万美元，比去年同期略低。表面看，库存并没有明显失控。这一点要公允地说，管理层过去几年在库存管理上确实做得不错。但是投资者真正要盯的不只是库存金额，还要看库存和销售速度之间的关系。如果销售增速只有 2%， 可比销售额还下降 1%， 那么下一两个季度库存是否继续保持健康就会变得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服装零售的坏消息往往不是一次性出现的。第一步是客流放缓，第二步是可比销售转负，第三步是库存周转变慢，第四步是促销折扣增加，第五步才是毛利率明显掉下来。等到利润表真的大幅恶化时，股价通常已经提前反映了一大段。所以现在市场盯着 AIF， 不是在看它今天有没有库存危机，而是在看它有没有走向库存危机的早期信号。当然，站在多头角度，也不能把这家公司说得一无是处。它的资产负债表仍然很强。第一季度末，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约5亿9410万美元，总流动性大约10亿美元，而且没有使用5亿美元资产支持循环信贷额度。这意味着它短期没有生存压力，也不需要靠借钱来熬过周期。对零售公司来说，强资产负债表本身就是一种防守能力。管理层也在用回购给市场传递信号。第一季度，公司回购了大约1亿0500万美元股票，相当于年初流通股的约 3%。董事会授权下剩余回购额度约7亿4500万美元。这个动作可以有两种解读。乐观的人会说，管理层认为股价被低估，所以用真金白银回购，提升每股收益，给股东创造价值。悲观的人会说，当一家曾经高速成长的消费公司开始把大量现金用来回购，而不是更激进的开店、收购或者孵化新品牌，可能也说明内生增长机会没有以前那么充足。这两种解读谁对，关键看后面的同店销售和利润率。如果未来几个季度可比销售恢复正增长，费用率开始稳定，库存保持健康，那么回购就是锦上添花。90美元附近的股价配合个位数市盈率，确实可能被证明是市场过度恐慌。但如果可比销售继续走弱， EMEA 迟迟恢复不了， Hollister 也不能重新拉动增长，那么回购就只能延缓下跌，不能改变商业趋势。最后我们进入估值。当前 AIF 股价在90美元附近，市值约41亿美元，市盈率大约 8.8 倍。光看这个数字，很多价值投资者会心动。毕竟一家还在赚钱，账上现金充足，还在回购股票的公司，只给不到10倍市盈率，好像很便宜。但服装股最容易骗散户的地方，恰恰就是低市盈率。周期行业的市盈率不能只看静态数字，因为利润本身会波动。利润在高点时，市盈率自然显得很低；利润一旦回落，哪怕股价不动，市盈率也会被动升高。换句话说，你以为自己买的是8倍市盈率，结果如果未来利润下降1/3，真实估值就可能瞬间变成12倍以上。如果利润下降一半，那今天的低估值可能只是盈利高点留下的幻觉。所以对 AIF 的判断
不是简单问8倍市盈率便不便宜，而是问这8倍市盈率对应的利润能不能守住。如果营业利润率能维持在高个位数甚至双位数附近，收入继续低个位数到中个位数增长，库存没有失控，那么这个估值确实有吸引力。但如果未来为了清库存不得不加大促销，毛利率开始掉，费用率又降不下来，那$90就未必是地板，可能只是从成长股估值回归普通零售股估值的中途站。讲到这里，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更清晰的框架。多头买的是3件事：第一，品牌转型不是昙花一现，而是真正建立了新的消费者心智；第二，EMEA 的下滑是阶段性冲击，不是结构性衰退；第三，强现金流和回购可以拖住每股收益，让公司在周期波动中慢慢恢复。空头担心的也是3件事：第一，可比销售转负意味着增长故事变弱；第二，费用率上升说明 DTC 和门店扩张的成本反噬已经开始；第三，服装行业没有永久护城河，消费者今天喜欢你，明天就可能转身去买别的。如果你是短线交易者，这只股票接下来最重要的不是故事，而是数据验证。盯3个指标就够了。可比销售额能不能重新转正，库存周转有没有恶化，营业利润率能不能守住。如果这3个指标同时改善，市场会重新给它一点成长股想象力。如果这3个指标继续恶化，那么再便宜的市盈率也可能挡不住资金继续下修估值。如果你是长期投资者，问题会更深一点。你要问的是 AF 到底有没有从一个周期性服装品牌进化成一个稳定的生活方式品牌？这个差别非常大。周期性服装品牌靠潮流、价格和库存管理吃饭，生活方式品牌靠用户心智、复购习惯和品牌溢价吃饭。前者给低估值，后者才配更高估值。市场现在真正犹豫的就是 ANF 到底属于哪一种。我个人的看法是 AF 不是一家烂公司，它过去几年的转型非常成功，管理层执行力也值得尊重。但投资最怕的不是买到烂公司，而是在好公司最顺的时候，用成长股价格买入一家即将进入普通增长阶段的公司。ANF 现在的争议不是有没有价值，而是价值的来源到底是品牌护城河还是周期红利。这个答案需要接下来几个季度的同店销售、库存和利润率来证明。服装行业的残酷之处在于，它没有永远的王朝。Gap、J.Crew、Banana Republic、American Eagle 都曾经在某个时代代表过年轻人的审美，但审美一旦转向，库存和利润率会比新闻标题更早告诉你真相。AF 过去几年完成了一次漂亮的逆袭，但资本市场不会因为你曾经自我救赎就永远给你高估值。所以$90到底是黄金坑还是半山腰？答案不在回购公告里，也不在某一篇分析师报告里，而在接下来几个季度消费者愿不愿意继续原价买单。如果他们愿意， ANF 仍然可能证明自己是一家被低估的优质零售公司。如果他们不愿意，那么今天看起来很便宜的个位数市盈率，可能就是服装周期最常见的价值陷阱。本期内容仅供学习和讨论，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股市有风险，投资要有自己的判断。做这类硬核财务拆解内容不容易，每一期都需要大量数据核对和商业逻辑推演。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欢迎点赞、订阅、转发，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认为 AF 的转型红利结束了吗？$90附近你会抄底还是继续观望？我是韭菜不香，我们下期再见。